我们继续把后面的这一部分啊，把它分开。那同样的这一个位置，朝着我们的一个分布方向，把它这个分析面呢，我们把它拉伸出来就好。坐标呢，我们先把坐标轴给它摆正。同样的，选择拉伸。拉伸的话呢，我们不要去拉伸这个 R 角啊，我们只拿这一边。这边这个位置的，我们先正常的给它拉一下。这一边和这一边呢，同样的这个位置，还有了这一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可能要修一下，因为看到它没有 R 角的在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一边取消掉吧，好吧？包括这一块，我们现在呢只做这么多。那做完这里以后，我们先把这一部分给它补起来。啊，还是用我们的一个调节曲线。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曲线网格，把这个面呢做起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但做完以后，我们还是湿度已经在这里呢做出来了，是吧？我们要把这一部分呢，把它做过来。所以同样的，这一边的一个片体做一个延长。这边延长以后呢，我们发现它有一点变形啊，那我们干脆在这里呢，直接把它去掉，切掉。因为它本来在这里呢是一个不规则的啊，在大家延伸到一定的长度以后，它就变形了。那我们解决的方式，我们就是把它由不规则把它变成一个规则的状态，我们再去进行一个延伸。啊，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同样的走过来，这一边呢，我们有一个地方这一块比较低，是吧？我们一样的做上去。啊，把它多余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切掉。再把这一边呢，我们多余的位置呢，也可以把它切掉。啊，延长一点。那我们这一边呢，就做好了。再来这一边，这一边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一个位置是没有特别顺畅，是吧？那我们解决一下，就是说把这两个边线稍微的倒退一点。随便吧，好吧。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调节的方式把它接起来。啊，再我们做一个拉伸，啊，拉长。当我们做到这里以后，那我们这一边呢有一个位置，我们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是吧？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分析状态，看一下我们的分析面大概是什么样子。那这边呢，同样的又碰到一个 R 角的一个状态，那这种 R 角的处理方式跟我们那边的 R 角的处理方式，啊，跟这个位置的 R 角的处理方式，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啊，它在我们的 R 角的中心状态。我们用抽取等斜度曲线，
把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找出来，包括这一边、这一边这一个面，这个位置呢，我们就不需要去找了，因为我们直接沿着这一条边线，我们就能够做到。啊，包含上面的位置，我们都没必要去找。那这个位置呢，大家能够看到啊，它不是特别的一个顺畅，是吧？那我们需要呢，还是一样的，要把它进行一个处理。啊，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处理这种 R 角啊，尽量，因为这个位置在这里呢，双一段直升的，这个位置也是直升的，所以这里的是 R 角的部分。那这个位置呢是不顺畅，是吧？这一边是顺畅的，那我们处理这一边啊就可以了。啊，选择一个应用，这一边的一个状态呢还是一样的，我们把这边的一个边线。把它调节起来，啊，这是我们这一边。那这边的一个状态呢，我们的一个理想值啊，大家看一下下面这里。如果说我们上面的这一边，像我们原先开始的那个位置处理，按照一个斜度去拉的话，那我们这一边的一个位置，因为它不是在同一条直线上面，这一个位置比我们上边的这边分形面呢，它是要高出来的，也就是说要凸出来的。如果说我们这边做一个斜度去拉的话，那它下面的这个位置我们就不好去对了啊。我们可以坐着看一下，啊，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去拉一个45度。选择我们的一个 YC 啊，大家能够看到，如果是我这样子拉出来以后，那我们这边的方式我们就不好去做了。如果是按照这样子去做，那这个位置的一个处理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样子去做了也不是说不行啊，也不是说不行，但是这样子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位置我们就把它做的复杂化了。第一个，这个位置啊，它不是那么好的配合，这个位置容易跑披风。第二个呢，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配合啊，不管是从加工还是配合的前工的角度上面去考量，这个位置呢都不是那么美好啊。那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把它啊直接去拉直，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呢变成我们啊，它会不会好一点啊？这个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直接去拉的。拉完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一个面。那这样子去看这个面呢，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看它有没有一个立角。如果说它没有立角，那我们这个位置是能做的。啊，原来的这种方式呢，我把它先做一个保留，好吧，放在另外的图层231。啊，就是防止我们等一下如果说用不到了，是吧？我们可以用刚刚那一种。那检查有没有立角，第一个就是用眼睛去看啊。其实这个产品呢，我们通过这样子去看呢，是能够看出来的。如果说当自己不相信自己啊能够看得准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的实际动手去做。做的一个过程呢，同样的，只要进行一个局部的分模就可以了，没必要把它一直啊全部做开，因为你没有那个时间。这个呢，只是我们自己的去进行一个验证。啊，我们把它切开局部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看到没有？啊，这个呢是不是立角吧？看到没有？啊，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差不多有70、80度了啊，这个角度有70、80度了啊。再看一下我们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更加不会有了，看到没有？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在这里的处理呢，就是这里我们可以啊朝着这一边呢拉个直的，是吧？啊，
那我们下面这一边呢，就更加好去处理了，是吧？我们为什么这里我们直接做一个延伸啊？它有一部分是多出来的，是吧？我们让它的跟我们的产品求个差啊，这一部分呢我们求不到，我们可以把它切掉。我们直接做一个拐角，有一个位置我们没有接到啊，可能我们这一边呢比较短，给它延长一下。好，那我们这个位置呢就做完了，然后把这个切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它切掉就可以了，多出来的这一点点。如果说这里不好去切啊，因为这个位置的有一点点，这一点点的东西呢，你不用去管它了，直接给它替换掉。如果说替换不了，直接删除。啊，替换不了就直接删除。再把这一个面呢，我们可以把它抽取出来。稍微做一点延伸，这个面放出来，切掉它。那我们这一个位置啊，做在这里呢，就做完成了。这一边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来进行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优化。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去优化呢？上面的这一节我们都可以不要它，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位置的一个弧形和这个面啊，都是一些没必要的。我们只要保证我们前面这一节位置就可以了。这里的面呢配合的太多了，我们尽量去减少我们的配合面。这一部分呢，我们全都不要了。这一边呢，我们也给它取消掉吧。啊，感觉没有多大的一个意义。啊，然后我们现在呢，把这两个位置呢，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做一个曲线啊，在这个表面上面。第一个点我们做在这里，第二个点呢，我们往后面随便去拉一条线。这一边呢，同样的也是一样的。第二点呢，我们也一样的，随便位置拉一条，啊，应用。然后我们再把这两条线呢连接起来。连接起来，那这个位置所得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弧形啊。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面是高于我们的一个分析面的，因为我们这里是低下去了，是吧？所以如果说这个位置当你感觉啊在这一部分不好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倒退，就是说把这一个面我们都切掉一点，那这里呢就会自然而然往下面弯。你现在是往上面弯，所以这一部分呢是高于它的。
包括这一个啊，我们同样的可以把它往里面缩，再把它做一个桥接。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啊，比我们刚刚的那个状态呢是要好很多的。那这一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直接拉伸吧。这一边呢，我们直接JC 轴，我们去做一个面，把它补起来。多余的位置呢，我们还是一样的，把它切掉。这个位置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啊，要把它先缝合才行了。0.024，可以适当的给它延长一点。像这一种延长呢，我们就没必要一条一条的线去选，我们直接可以宽选。然后再把它多余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去掉。这个是我们切掉这一边的，再把这一块多余的位置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切掉。先切这中间的这一小块吧。这是我们在这里把它切掉的。同时呢，我们这个上面也有多出来一节，这一节我们也把它去掉。剩下的就是凸出来的这一块，下面多的我们也不要它了。那我们这个位置呢就做完了。让我们的面呢配合的少一点不像上面这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我们后续的一个阿角，自己呢要去把它导起来。包括上面的这一些位置，这些位置我们全都可以导阿角这一边一直到这里都可以，闭空也行。那这一个位置呢，我们就这个斜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把它去掉了。再来这个位置，我们继续往上面走。那同样的是这个这一个位置呢，我们就拉直的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了。看一下，我们直接往我们的 XC 方向进行一个拉伸。没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那我们剩下的就是把这一部分给中间的这一节我们给它补起来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一个部分，上面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把它拉伸出来再讲中间的这一部分先不去做它，先把上面的这一节全都拉伸到位。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问题这个产品这里烂掉了我们先不管，先把这个片体的做出来再讲，等一下再不行的话再去对它进行一个更改。那这边这个位置呢，我们同样的
把它拉伸出来。这边呢，我们肯定是拉伸不了了，是吧？那我们只能够去把它进行一个连接，进行一个桥接。这个位置呢，我们先去用我们的一个缝合啊，看它的一个公差值允不允许我们。缝合以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位置的间隙值呢已经是没有了的啊，因为我们要观察它外围的这一整圈的这个样的虚拟的线条啊。那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面可以呢进行一个延伸，切掉以后进行一个规则的延伸。一起延伸延伸不了，那我们就只能单独的去做。先延伸这一局部啊，我们把这一部分接起来，看一下效果再怎么样。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说按照这一种方式去进行一个桥接，大家能够看到吗？我们所桥接出来的这一条曲线，它的弧度是比较大的。这种方式呢虽然可以啊，但是对于我们模具而言，它并不是那么友好的。这个位置是一个 R 角，我们可以用我们原先的那种方式，在这个 R 角的位置呢去进行一个斜面，就是说一个旋转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拉伸。旋转角度拉伸以后，我们再朝着它YC 方向把它拉出来。拉出来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它切一下，因为这边它不是一个规则的，切到一个大概的数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切掉它。那我们这一边呢，再把它补起来。这一边同样的也是。看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呢，会不会稍微好一点点啊？我们这样子去接完以后啊，发现我们的这一边呢，好像没有多大的一个意义，是吧？我们把这一块给它取消掉。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开始所说的这一节直身面，我们把我们的直身的这一个面我们沿着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拉伸，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呢切掉。这个 R 角呢，我们不要了，再把它呢朝着我们的这一边进行一个桥接，它的弧度呢还是有这么大了，那我们这个位置的更改的一个意义也不大。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它的这个 R 角呢都取消掉，也就这两个位置，我们尽量的做到我们的这一个弧形上面。意义不大。这一边我们接下这一边看一下，都差不多。那就这一边接这一个位置，这一边呢我们接这一个位置。
再把我们的这个面呢，把它做出来。还有这一边，这个呢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处理啊。原先所看到的这两个小小的，我们可以把它去掉。那我们这一边做完以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上面的这一边，这一个位置呢是这一个产品在这里而言呢，相对而言是最难的一个问题点的啊。